大雄被硬生生做成了瓶塞，还被当成人间大炮。到底是谁人如此残忍，就要对小学生使用巫术？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一个精神小伙就要去参加圣诞晚会了。可突然地动山摇，机器人中的颜值天花板闪亮登场，还带了圣诞大礼包来。不愧是蓝胖子的亲妹妹，不要的二手货道具绝对不能便宜了别人。大雄手欠欠的，随手打开了瓶香槟，结果在万千光辉中把自己玩成了瓶塞。原来这是香槟火箭，一听这东西可是未来的顺风车。大雄就想白嫖去小夫家，多拉美嗷嗷一顿摇，对准方向，大雄秒变人间大炮。只要着陆时碰到坚硬物体，大雄就会再次变回1米高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瓶塞大雄穿过窗户，一头扎进了神秘礼物中。此时小伙伴们都来到了小夫家，连250斤的胖子也不会错过蹭饭的机会。可小夫却说大雄还没来，蓝胖子两人赶忙寻找，生怕大雄这辈子都只是个瓶塞。小夫家果然财大气粗，蛋糕都比小夫高，多拉美馋的都不想减肥了。但蓝胖子膀胱一扫，就分析出大雄可能进了蛋糕。蓝胖子还真就猜对了，如果大雄在蛋糕中恢复真身，那画面光想想都觉得这豪华蛋糕不能再吃了。为了拯救心爱的蛋糕，两人用缩小灯把自己变成还没小夫高，准备把大雄捞出来。可兴致用的彩带却让两人寸步难行。蓝胖子一个不小心，一头栽进了蛋糕。多拉美薅着脑袋就给蓝胖子揪了出来，真香。可蛋糕实在太高，多拉美拿出重力油漆，蓝胖子不乐意了，用油漆蛋糕还咋吃啊？蓝胖子选择用最原始的方法，徒手攀爬。可毕竟是个250斤的胖子，蛋糕承受不住。蓝胖子被草莓拉着，一头扎进了巧克力里，这美味直接把大雄的生死抛之脑后。胖虎随手拎起蓝胖子，就要把他当晚餐肉，结果差点把自己的牙磕掉。蓝胖子再次被扔回蛋糕，把蓝胖子擦干净后，就担心起大雄的安危。不过显然是多余了，两人决定转变策略，选择挖地道，顺便还能减个肥。可突然一把大刀落下，多拉美被带走，眼看就要阴阳相隔，可人家嫌蛋糕太小，多拉美才险中逃生。蓝胖子决定加快进度，可绿油油的猕猴桃挡住了去路，这可难不倒一个吃货，直接选择用一张嘴打开大雄的求生之路。远处传来了大雄的求救声，多拉美直接上口。蓝胖子担心会吃胖，多拉美就是一个眼神杀，地道终于被吃通，见到了瓶塞大雄。三人爬出蛋糕，看着如此豪华的圣诞趴，大雄一个激动，眼看就要落地成盒，蓝胖子连忙拉住，再次甩出飞钩，挂住小夫刘海。可小夫也挂不住半吨重的三人，旋转1周半，大雄被甩飞，终于恢复了真身。只是这种奇葩的出场方式，只要自己不尴尬就不会尴尬。可三人刚才已经吃了超多的蛋糕，面对递上来的美食，三人表示压力山大。虽然距圣诞还有4个月，那么小伙伴们今年圣诞节想要得到什么礼物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难得跟静香闺房相见，却研究起神话中出现的生物。虽然这些都是人类想象出来的，可大雄却想把他们收服当坐骑。蓝胖子正在家里看一张奇怪的宣传单，这不就是大雄想要的吗？人脸狗身的人面犬，这都得归功于未来的一种宠物零食，会让宠物的脸变得跟喂食者一模一样。大雄觉得超刺激，可长着人脸的宠物至少能让走进科学做出10期节目来。趁蓝胖子出门减肥，大雄快准狠地下了订单，商品计时达。可自家没有宠物，大雄决定对媳妇下手，倒出一粒就要拿静香的小臂当小白鼠，还美名其曰打上主人的烙印，只要一口，静香鸟就诞生了。静香精的就是一套用小拳拳捶你胸口，夫妻吵架打翻鸟笼，小臂成功越狱。为了不让自己住孤生，大雄只能承担起寻找走失鸟类的责任。准备问下小夫是否见过长着静香脸的鸟，小夫一度怀疑大雄的脑袋让门夹了。可当看到大雄手中的宠物零食后，小夫决定让大雄当自己最好的朋友。来到自家，小夫学胖虎用拳头让大雄乖乖上供，造新物种，自己明天铁定能上热搜啊！迫于蹦起来都打不到大雄膝盖的小夫的拳头，大雄只好送上一粒。随着零食的投下，小夫锦鲤诞生了。小夫迫不及待的就去联系老爸在电台工作的朋友了。大雄这才有机会继续寻找小臂。蓝胖子回到家，未来商店都来上门讨债了。蓝胖子惊呆了，小小一袋起码能买1个月的铜锣烧。
赶忙出门寻找大熊，还真就发现了大熊。大熊还在呼唤小 B， 蓝胖子一把抢过零食，就开启了说教模式。可一听说大熊可能因此丢了媳妇儿，蓝胖子秒变鱼儿机器人，谁知一路飞，零食一路掉，散落在了小镇中各处。练嗓子的胖虎也中招了。大熊两人终于发现了小 B， 蓝胖子一口大网成功抓捕。这零食的变脸效果要3天后才失效，大熊两人只能先走人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多拉小黑见过没？两人一路追赶，又遇到了多拉乌鸦。膀胱一扫，多拉麻雀，多拉贵宾犬。蓝胖子这是要射死了呀！蓝胖子这才意识到零食都掉了，盼星星盼月亮，小何终于盼来了电视台，可车竟然没停下来，因为小镇中一大变样，宠物纷纷变成秃头怪，甚至已发生了传人现象。看着大熊事不关己的厚颜无耻，蓝胖子决定放大招，一狠心又订了一盒，逼着大熊满小镇偷食。胖虎难得上次电视，却不幸又中招，表演了川剧变脸。大熊两人刚到家，就碰到了堵门的愤怒市民，起码来了100号人，打是绝对打不过的。两人嗷的一嗓子，只能走为上策，零食不慎落入河中，顺流而下汇入大海。最精彩的还得是动物园，小短腿拥有了长脖子，花果山也有一席之地，而且还有了组织。蓝胖子恨不得把大熊一屁股坐死。这时未来商店送来了喜讯，这东西竟然有解药。蓝胖子又白搭进去1个月铜锣烧的钱。把静香的小 B 恢复后，大熊又重获爱情，相继又恢复了其他动物。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一看新闻，竟然还有漏网之鱼。我的乖乖，这是秃头怪鱼！这下蓝胖子丢人丢到全世界了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世界上是否真的有美人鱼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1锤2锤3锤，经过9981锤，大熊的泥雕终于完成了。大熊家正在进行1年1度的大扫除，蓝胖子脏的都想预约个宠物店洗个澡。为了不弄脏口袋，蓝胖子给取了下来。这时大熊放学回来了，蓝胖子拿出秘密垃圾丢弃盘，把垃圾一口气都扔了进去。眼看蓝胖子要扔自己的大宝贝，大熊急了。漏了气的气球是被打湿的头盔，没油的笔可以摸鱼使用，明明就是垃圾，大熊还当个宝。眼看老妈要发现0分试卷，大熊慌了。蓝胖子趁机把这堆宝物给扔了，还随手扔了大熊的泥雕。这下蓝胖子慌了，连忙绑好绳子，进入4次元垃圾场取泥雕。可坑队友的大熊一个纸箱，直接把蓝胖子砸飞，眼看就要迷失。蓝胖子被另一个洞口吸到了异世界，没带口袋来，洞口还消失了，还被大雕看上，准备当成午餐肉。谁知大雕突然放手，蓝胖子凭借坚硬的外壳，竟然只是摔晕了过去。小伙伴们知道日本扔垃圾也是要钱的吧？可大熊这里免费，小镇上的人全来了。蓝胖子飘到河边，被远古人发现，可蓝胖子没注意到徐门外语的重要性，远古人只能当它是只大狸猫。蓝胖子扫了一眼女孩的衣服，感觉似曾相识，谁知远古人不讲武德，抓狸猫还叫同伙，一发乱射，差点把蓝胖子射成筛子。只是这箭头也有点眼熟，蓝胖子一通跑酷，躲过了危机。蓝胖子靠着狸猫的专属技能，成功潜入村庄附近，看到村人正在祭拜神灵大熊的泥雕。小女孩是善良的，给蓝胖子送来了伙食，只是这个容器是大熊漏了气的皮球，而今天是部落的恩惠日，趁着壮丁离村之际，蓝胖子成功取回大熊的泥雕。大熊终于扔完了最后一个垃圾，可都到吃饭点了，蓝胖子还不见踪影。大熊膀胱一扫，这才发现连接4次元垃圾场的绳子。蓝胖子尾随村民来到山顶，只见村民已发现尸，成功打开虚空。小夫的自行车被认为是龙骨，而后成吨的垃圾从天而降。谁知下一秒，大熊伴随着整箱0分考卷从天而降。2个小家伙终于再次重逢，可大雕再次来抓肉吃了。本以为自己会是那个午餐肉，可大雕也知道细皮嫩肉最好吃。小女孩被大雕抓走，带回了悬崖上。女孩的哥哥伤心欲绝，蓝胖子急得让大熊赶紧掏道具，可就大熊这智商，必须是空手而来啊！蓝胖子决定变废为宝，用智慧拯救世人。虽然语言不通，但靠着一张可以吃孩子的大嘴，成功收获小弟一枚，然后靠着一套跳大神似的原地蹦迪，竟然说动了村民。人多力量大，就在女孩要被吃掉的时候，众人赶到山脚下，蓝胖子乘着0分考卷上了天。大熊真是丢人丢到远古时期了。蓝胖子用轮胎做的弹弓攻击大雕，
成功引走大雕。大雄等人则铺好垫子，让女孩跳下来。可这足足有40层楼的高度，还是让女孩心生畏惧。眼看大雕折回，蓝胖子把最后的武器大雄的泥雕射了出去。看到众人的努力，小女孩终于鼓足勇气，一跃而下，终于成功脱险。虽然大雄的泥雕丢了脑袋，但为了感谢2位英雄，女孩捏了个多拉大熊。大雄也在村民的目送下回到了未来。第二天的报纸上竟然发现了远古遗迹，多拉大熊赫然在列。那么小伙伴们知道大雄最开始捏的泥雕是谁吗？